原来于爱不只是虫洞二馆长，还是 AKA 西南地区头最大的小女孩，卡头次数2只手都数不过来。只见于爱可怜兮兮地趴在树上，乍一看以为是没踩到木架下不来了，结果却是脑袋和胳膊一起被卡住，直接给我们艾姐挤成了小猪。别看以前的吊绳木桥空隙很大，但架不住艾姐有颗勇于探索的心，最后双手双脚抱住踏板使劲拽，才终于把自己的大头成功解救出来。馆长前脚给可爱兄妹安排了新吊桥，后脚艾姐就上演了一出木板卡熊头。本以为艾姐会吃一堑长一智，结果没多久就再次上演熊猫卡成松狮，像极了古代范式后被发配边疆的样子。早已习惯脑袋被卡的艾姐丝毫不慌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冒着毁容的风险，硬生生把大脑袋强行给扯了出来，看得姨姨们心惊胆战的。如果要问于爱的脑袋究竟有多大，和哥哥依偎在一起睡觉的时候，艾姐的脑袋比于可整整大了2圈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于可才是那个弱胎。而当艾姐来到墙边找小表弟玩时，大脑袋冒出来的那刻，姨姨都惊呆了，简直比萌兰和萌大更有视觉冲击。按这个架势发展，估计迟早超越萌大头。当初馆长给可爱兄妹安排了新玩具，艾姐一眼就盯上了颜色鲜艳的叮当猫，好奇的钻进去玩，没曾想直接出不来了。这下拽姐于爱终于拽不起来了，又急又怕的她不停扑腾，还狗叫起来。闻讯赶来的奶妈赶紧把叮当猫扶起，满脸恨铁不成钢的看着捣蛋鬼，仿佛在说于爱你这是在做啥子吗？但无奈归无奈，奶妈只能想办法救艾姐。随后就见奶妈拼命往里塞，于爱拼命往外钻，一人一熊各忙各的，最后居然还成功了。果然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完美的闭环。有时艾姐也觉得自己的脑袋很重，下意识就想用绳子帮忙撑一下，只能说不愧是名震四方的黑恶势力，我杀我自己都丝毫不带手软的。或许是觉得自己的脑袋容易受伤，我们艾姐现在还练起了铁头功，这架势感觉比妙音滑滑梯撞头还猛。网友辣评原来守株待兔这事是真的，不过别看我们艾姐脑袋比较大，但其实里面装的都是智慧，任何困难在艾姐面前都能被轻松化解，不然也不会被网友称为于爱因斯坦。而如此可爱的小熊你爱了吗？可于爱就是天下第一好，兄妹俩都无法离开彼此。这天奶爸在木架上种了一片西瓜，于可率先发现后并没有去吃，而是转身喊在吊桥上玩耍的妹妹一起。于爱下来时，他还暖心的伸手扶着，看到妹妹吃西瓜吃得不亦乐乎，可干饭速度明显慢了下来，甚至只吃了一块就默默拿起木棍剔牙，满眼宠溺的看着于爱大快朵颐。虽然于可是熊猫界出了名的妈宝男，但他也真的很爱自己的妹妹。当初调皮的于爱爬到窗台上玩耍，二顺担心女儿摔下来，赶紧过来接她。可没玩够的于爱不仅拒绝了妈妈的好意，还一个劲往上爬，气的二顺一度自闭。等艾姐想下来时，却发现实在太高了，小家伙犹犹豫豫好几次都没敢跳下来。好在于可及时发现了妹妹的窘迫，跑到窗户下扶着于爱的腿把她抱了下来。还有次于爱尝试了很久都上不去吊桥，可便走过来帮她稳住左右摇晃的桥面，直到妹妹顺利上去后才松手转身离开。一整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小暖男。都知道于可于爱平日总是打打闹闹，还会为一口盆盆奶儿骂骂咧咧，但谁家的兄弟姐妹不是相爱相杀呢？他们的感情远比想象中更深厚。这天饲养员在漏食器里装了苹果，于爱便压低吊篮让哥哥先上去，而可也留出空位等妹妹一起。兄妹俩就这样依偎在一起取果果吃。当医生和奶爸检查艾姐发白的眼圈时，可全程守在一旁，生怕妹妹被对方拐走，而于爱也会在于可没有出外场时守在门口，小手不停扒拉门，想要和哥哥一起营业。天下第一好的可爱兄妹，谁也离不开谁。当初可爱兄妹嬉戏打闹的时候，被隔壁场馆装修的声音吓到，于可虽然先跑，却把最近的树留给了妹妹。不放心的他随后又用身体护住于爱，警惕地观察周围有没有危险。于爱也在于可给的安全感中放松下来，一把抱住哥哥就开始贴贴腻歪。这对兄妹俩真的好爱彼此。这天小爱正在美滋滋地吃竹子，年妹熊可看到后走过来凑热闹，还对妹妹手里的竹子很感兴趣。艾姐毫不犹豫地掰了一半递给哥哥，而兄妹俩不光吃饭喜欢贴贴，睡觉也要面对面挨在一起，黏黏糊糊的画面令人倍感温馨。希望可爱兄妹未来熊生永远开心，即便有分开的那天，也不要忘记彼此。家族的熊简直是要成精的节奏，3个女人一台戏在这里具象化了。起因是这天辉宝抢了妈妈的早餐，艾女士看到后毫不客气地给了她一套组合拳，就差直接把食物从熊孩子嘴里抠出来。光君啥也没吃到，又挨了一顿胖揍，心情正郁闷着，扭头又看见妈妈和姐姐玩得不亦乐乎，这下光君大王彻底火不好了。随后辉宝果断拒绝和妈妈一起出外场，一只熊孤零零趴在大宝座上面，像极了当初被爱宝胖揍后委屈伤心的福宝。不得不说血脉传承真是种神奇的力量。而辉宝直到晚上下班后还在生闷气，拒绝和妈妈一起回内舍，毕竟堂堂光君大王可不是那么好哄的。也不知爱宝最后是亮出铁血手段，还是给光君喂奶的怀柔措施。总之第二天母女两熊又开始相亲相爱了，辉宝更是恨不能直接挂在妈妈身上。本以为宝家族大型连续剧之回家的诱惑圆满收工，没曾想一向乖顺的瑞宝却拍起了续集。原来爱宝带光君回家时，瑞宝还在呼呼大睡，艾女士没喊醒他就带着妹妹先回去。
瑞宝一觉醒来，发现场地内只剩下自己，小家伙顿时感觉天都塌了，我生气了。虽然光君大王的倔脾气大家都有目共睹，但事实证明老实熊倔起来更要命。就算将送两位爷爷轮番拿着食物给他，闹脾气的瑞宝依旧主打理你们下午吃饱，愣是从早上一直带到晚上天黑。给跑来跑去找道具的老宋都快累吐了，内心 OS 毁灭吧这一天天的。别看那场鸡飞狗跳，外场却是温馨无比。艾女士为了哄辉宝，把她昨天没吃的奶补上，光君大王也毫不客气，5个纽扣全吃了，一个都没给姐姐留。不过要是爱宝得知瑞宝也哄不好了，估计会再次崩溃，赶紧把俩熊孩子送回国。不得不说，爱宝乐园是真热闹，3个女人凑一块，永远有看不完的戏。以前都是辉宝好奇妈妈的屎尿屁，现在又轮到了瑞宝。网友辣评一想到一会2个爷爷和婴儿抱着瑞宝一顿亲，我就想笑。而且辉宝真的很在意自己的小短腿，也知道自己的腿长是怎么来的。每次爬树爬到一半不小心掉下来，他都会跑到爱宝面前撒泼打滚，哭闹不止。烦的艾女士看到他摔跤就赶紧跑路，生怕到最后得贡献自己的纽扣才能哄好了。而如此有趣的宝家族，你爱了吗？那个清汤大老爷，地主家傻儿子七仔终于洗去冤屈了。都知道先前七仔给阿宝送了个整个熊猫界独一无二的扳手耳朵，自此七仔形象就受到严重的打击，还被网友戏称黄毛都不好惹。如今才知道是阿宝先咬的七仔的脚，还冲着他骂骂咧咧不停挑衅。七仔只是以其熊之道还治其熊之身罢了。此刻好不容易洗去冤屈的七仔泪目，无意占用公共资源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以后不再回应公道，自在雄心。别看七仔表面上有800个心眼，但却是奶爸官方认证的温柔小熊。都知道熊猫完成所有的行为训练后，就能得到小苹果、胡萝卜等奖励，其他小熊都是做到一半就没有了耐心，唯有七仔乖乖听饲养员的指令，以至于接触过的奶爸奶妈都很喜欢他。当发现奶爸出现在墙边看着自己，七仔立马放下手里的食物跟他撒娇，甜甜的咩咩叫，一整个萌化人心。严重怀疑巧克力熊都能听懂奶爸说话，一人一熊沟通也没有任何障碍。但如果没有共同话题，社交就会变成一种负担。其实真正灵魂共鸣的社交是有趣的，生活中现在很难遇见。想找到很多有趣的灵魂一起玩，上搜打开奇遇灵，铃铛一响，奇遇登场，有趣的灵魂就会找到你。和兴趣、三观一致的人相遇，才有聊不完的话题，才能懂彼此的有趣。想遇见有趣的灵魂就上搜吧。很想问七仔究竟藏了什么保养秘诀，从小到大都长得奶乎乎的。七仔还特别喜欢跟其他小熊交朋友，就算自己的大衣颜色和他们不一样，也要想尽办法融入到集体里面。温顺乖巧，他比较主动，特别喜欢到窗户边跟别的熊猫交流。因为七仔小时候喝盆奶比较慢，别的小熊喝完后总会抢他的，小家伙也不生气，安安静静的待在一旁，等小伙伴喝完了再舔干净空奶盆。或许七仔成年后依旧那么爱喝盆奶，就是因为小时候失去的太多吧。当新邻居之路熊熊碎碎咬他毛时，七仔只是回头看看这小子在做什么妖，然后转过身纵容之路为非作歹。而且七仔和三太子萌兰一样，对园区里的小鸟非常友好。当喜鹊蹦蹦跳跳的跑到他头上时，就算被吓了一哆嗦，七仔也没生气，甚至就连睡梦中被喜鹊薅毛惊醒的他，也只是稍微动动表达不满。其实当初七仔把阿宝耳朵咬伤后，内心也很后悔，想跟他道个歉，但园方担心两熊再出现什么过激行为，就把他和阿宝之间的小窗封了。于是七仔只能每天跑到窗边挖地道，希望能当面给好兄弟道歉承认错误。好在园方后来又把窗口给打开了，看到阿宝后，七仔立马上前跟他贴贴，两熊说开后便就此重归于好。至于阿宝背后散播七仔不好惹的谣言，以及七仔在乐乐面前表演阿宝被咬的糗样，或许是因为好兄弟之间就是要互坑吧。